中美关系刚刚缓和，反华急先锋澳大利亚急眼了。那么，中国与澳大利亚要不要冰释前嫌呢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。在拜登与中国领导人举行视频峰会之后呢，中美在多个领域展开了合作，至少在4个层面进行了相关的接触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，中美接触的4个层面包括这么几个内容：一，在美中两国利益一致的紧迫问题上进行合作，比如气候协议、疫苗和疫情的控制等等。第二，在历史上曾经合作的领域呢，继续加强合作，比如伊核和朝鲜导弹的问题等等。第三，有效管控分歧，比如台海问题和南海问题等等。第四，解决双边贸易协议中悬而未决的问题。美方还确认，中美呢已经成立了4个工作组，开始推进一系列议定的工作，包括接触讨论核军控的问题，并且已经开放双方记者的访问签证。虽然中美两国对这次首脑对话的评价不同，但是用富有成效来形容还是相对比较恰当的。但是作为美国的亲密盟友，又是反华急先锋的澳大利亚，这有点着急了。据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的报道，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发表文章称，中美关系缓和将令澳大利亚变得尴尬。他指出，澳大利亚原本是中国最大的铁矿石能源的输出国，是主要的液化天然气的来源国，但是中国现在正把巨额订单给了美国。中国和美国刚刚宣布了一项为期20年的大型液化天然气的协议，这让澳大利亚感到被出卖了。拜登政府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上一直在秘密与中国合作，旨在推动达成一项减少甲烷排放的全球倡议，而莫里森政府根本不在拜登的关注范围之内。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最大的不同，就是更多的讨论与中国的合作，而不是竞争。遏制已经从词汇中消失了，美国已经多次确认不会发动对中国的新冷战。前段时间呢，由于美澳之间签署了核潜艇的引进协议，从而呢得罪了法国政府，因此呢，拜登这次还特意的安抚了法国总统马克龙。那么此举让澳大利亚在澳英美联盟的问题上呢显得更为尴尬。拜登甚至记不清莫里森的名字。美国政府现在的表现让澳大利亚深深地感受到了国际政治残酷，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与此同时，澳大利亚国内的反对派对莫里森的对华政策的批评声音不断高涨。澳大利亚的多位前总理指责莫里森破坏了中澳关系，让澳大利亚利益受损，而中国则把澳大利亚当成是反华典型来对待，甚至是所有国家之中唯一的反面案例。事实已经证明了，澳大利亚以为美国仍将主导全球，可以遏制中国。但事实呢证明，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前些年的这些举措，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。澳大利亚对中国幼稚的谩骂和挑衅显得非常可笑。澳大利亚政府着急恢复与中国的关系，包括莫里森外交部长、商务部长都希望呢与中国无条件对话，但是中国说要看澳大利亚的表现，把澳方的对话请求晾在了一边。从澳大利亚一些政治人物的观点中，我们不难看出，中国现在呢恐怕也将面临着一个选择，是否要对莫里森政府的反华行为冰释前嫌。目前的形势来看，中国对待没有政治头脑的莫里森政府可能还要持续之前的一些做法，也就是要看澳大利亚为缓和中澳关系所采取的实质性的行动。澳大利亚是第一个跳出来在该国禁止使用华为 5G 系统的国家，而且呢还在疫情的溯源问题上积极抹黑中国，更是公开破坏中国“一带一路”战略的国家。那么不管莫里森政府说的有多好听，如果不在关键问题上拿出一点点诚意，
那么中国完全可以对澳大利亚进行冷处理。毕竟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国，而澳大利亚对中国来讲并没有那么重要。如果轻易的放过了澳大利亚，那么就会有更多不长眼的国家在美国的煽动下跳出来挑衅中国。我们杀鸡儆猴就要选好一只鸡，而澳大利亚正好就是那一只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